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保时捷911是康纳客户送来的半成品。这辆车是因为之前的一场车祸，将引擎盖和前杠部分都撞毁了，于是车主准备自己动手将车子修复好，几乎都将后端部分完成了。可是因为前方的钣金问题无法完成，就将车子送到了康纳这里，让他继续完成最后的工作。这对康纳来说简直太简单了，于是准备给车子也做一个大的改装，为其准备了新的尾翼和新的行李箱盖。既然车子到了康纳的手里，那就不仅将车子修复好，还得把它修复成不一样的保时捷。这也一直是康纳工作的理念。于是就将车子放到了车架上，准备从前端的框架入手，将凹陷的部分拉出来，然后用砂轮将锚点处打磨平整，接着将上面多余的金属板拆下来，换上一套全新的面板。这是康纳接下来的工作流程。他先在接口处涂抹上3M的专用胶，然后将新的板面扣了上去，用拉铆枪将面板固定好就可以了。而上方的面板处理方式也一样。这时我们就能看得出来，康纳这个钣金大师的名号真不是白叫的，做出来的活不仅板正还标准，用卡尺拉对角都丝毫不差。于是康纳就将套件都安装了上去。这是一次模拟安装，主要目的是看一看套件安装上去后缝隙是否合适。这时康纳将所有的套件都摆在了地上，就开始了接下来的工作。他先给车子更换了一套新的软管，然后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将车子上的套件都安装上去了。新买的零件安装上去后非常的合适，各个缝隙都相当的完美。当康纳将前保险杠也安装上去后，车子瞬间就有了该有的样子。接着康纳就来到了车子的后端，将上面的冷却器拆了下来。他要为其更换一个新的隔热罩和风管，因为之前车主改装的涡轮增压的排气系统已经过时了，所以康纳决定将其都拆解下来，然后重新定做一套新的排气系统。这是康纳父亲的拿手好戏，只要康纳将其设计好，剩下的焊接工作就可以交给自己的老爸了。焊接出来的焊点依然是那么完美，仅仅就用了1天的时间，就将后端的工作基本完成了。声音听起来也相当的炸裂。这时拿去喷漆的套件已经完成了，康纳先将翼子板安装了上去。其实修复车子就是这样，拆了装，装了拆的，看着没有多少工作，但修复起来反反复复的是比较麻烦的。不过到了最后的组装阶段还是蛮开心的，因为这一段的工作马上就能看到效果了。而此时的康纳心里也是十分的开心，尤其是安装尾部尾翼的时候，这是他最得意的杰作。宽大的尾翼让车子显得更加的霸气。这时车厂送来了一堆邮件，里面装着一堆碳纤维的套件，这里面有一套碳纤维封口，还有一套全新的侧裙。安装上去后瞬间让车子更加的有攻击性。等将这些套件都安装上去后，这台出了事故的保时捷911就修复完成了。让我